当你在睡前滑着手机，看到科学新闻上又弹出一个很惊悚的标题，说某某物理学家团队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重力理论，甚至声称要改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你心里会不会瞬间闪过一个非常实际的怀疑？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反应。对吗？你会不会想说，这到底真的是宇宙的真理，还是它只是一场极度复杂的数学骗局？毕竟，如果科学家只是在黑板上玩弄各种希腊字母，巧妙地凑出一个刚刚好符合天文观测结果的方程式，那算哪门子的揭开宇宙奥秘呢？确实，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也直指核心的质疑。事实上，你刚才提到的这种怀疑，正是理论物理学界内部一直存在的一种深层恐惧。哦，物理学家自己也会怕哦。当然会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换一种数学符号的写法，或者稍微改变一下推导的出发点，整个宇宙的物理规则就随之改变了，那就代表这个理论非常脆弱。也就是说，它根本经不起考验。没错，它充其量就只是人类发明的一场数学游戏而已，而不是宇宙真正的底层运作逻辑。这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我们在建构这些庞大的物理框架时，我们到底是在测试人类玩弄数学的聪明才智，还是在触摸那条绝对不可动摇的宇宙真理？哇，这真的直指核心耶！而今天在这趟深度解析的旅程中，我们要带你探讨的一份最新研究，刚好就正面迎击了这个灵魂拷问。这份研究报告名为《重塑引力》，里面探讨了一个被物理学家称为 C2 定理的惊人发现。是的，这份研究非常有意思。为了让你能立刻感受到这份研究的重量，我必须先跟你分享里面最震撼的一个数据。研究团队为了测试他们的重力理论是不是在自欺欺人，他们故意找了3种完全不同、极度复杂，甚至连出发点都毫无关联的数学构造法，去试图改写重力。他们刻意选择了3条截然不同的数学路径来做压力测试。对，然后最不可思议的地方来了。当他们把这3条复杂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方程式全部展开到所谓的2次节去观察它们的变化的时候，你猜怎么着？电脑荧幕上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达到了完美的等价。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结果。对啊，没有经过任何人工的微调，没有作弊哦，3条完全平行的路，硬生生的撞在了同一个终点上。这个完美的等价在数学和物理上的含义，它的重量是难以估计的。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前提下，复杂度极高的多变数几何推导能够完全重合，这在几率上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巧合，简直像奇迹一样。确实，这强烈暗示了研究团队所设定的底层几何对称性有某种强制性的真理色彩。这意味着宇宙的法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坚固。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什么叫做3条完全平行的路撞在同一个终点？为了不让你现在立刻被满天飞的微积分跟几何学给淹没，我们把场景从冷冰冰的实验室拉到你家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厨房。厨房哦，这个切入点蛮特别的。对，想象一下，你今天晚上决定要为家人煮一锅极致美味的罗宋汤。我们把煮汤的过程想象成物理学家在建构理论。现在你手边有3种完全不同的食谱。了解，把建构重力理论比喻成煮罗宋汤，让我们看看这3种食谱在物理学上分别代表什么样的意义。好，第一条路径，也就是食谱 A， 你是传统派，你先用奶油把洋葱炒香，接着加入番茄熬出红油，最后才把切好的牛肉块放进去慢火细炖。很标准的做法。然后第2条路径，食谱 B， 你是浩放派，你先把整块牛肉放进去炖到软烂，然后才把另外炒好的蔬菜倒进锅里混合。第3条路径，食谱 C， 你是效率派，你把洋葱、番茄、生牛肉全部一股脑儿丢进压力锅，盖子一盖，直接高压焖熟，
听起来是3种完全不同的料理逻辑，对吧？逻辑完全不同。在物理学里，这就像是你用了3种完全不同的拉格朗扔量的写法。拉格朗熵量，对 Lagrangian， 拉格朗扔量在物理学中就像是描述一个系统所有动态资讯的总食谱，它包含了系统里的动能、位能以及所有的交互作用。等等。所以你的意思是，物理学家在写这些方程式的时候，就像是在决定食材要怎么下锅吗？可以这么说，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检验标准，不管你怎么炒、怎么炖、怎么高压焖，甚至你最后是用昂贵的陶瓷碗来装，还是用便宜的塑胶碗来装，或者你在汤上面撒的是葱花还是香菜，这些算是外在的摆盘，对吧？没错，这些外在的摆盘，在物理学上我们叫它边界项 （boundary terms）。不管这些边界项怎么变，最后你舀起一口汤喝进嘴里，那个浓郁的番茄牛肉的汤头味道，必须是100%一模一样的。我懂了。如果食谱 A 煮出来是酸的，食谱 B 煮出来却是甜的，那就代表这根本不是同一道菜了。是的，在物理上，这就代表你的理论架构根本是错乱的。原来如此。那个绝对不能变的汤头味道，就是研究报告里提到的体动力学 （bulk dynamics）。在理论物理学的严格检验中，这就是判断一个新理论是否具备结构必然性的黄金标准。结构必然性听起来很帅诶，如果一个物理理论必须依赖极度特定的数学表述方式才能成立，稍微换个等价的数学语言就全盘崩溃，那这个理论就非常脆弱。真正的宇宙法则应该是强健的，汤头的味道就是那个不变的物理现实。这就说得通了。不过，厨房的比喻虽然好懂，但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想请你带我们回到黑板前，在实际的研究报告中，这群科学家总不是真的在切洋葱吧？他们到底用了哪3种硬派的数学构造法来考验他们的理论？当然，报告中详细记载了他们采用的3种主流数学构造法，每一种的思维逻辑都截然不同。首先是第一条路径，被称为 ROD 路径。ROD 是什么的缩写啊？它是 Rank One Determinant。这种写法的灵感来自于早期的波任因菲尔理论。这听起来有点深奥，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简单来说，传统的做法可能会把几何空间的各种变形、扭曲一项一项拆开来写进方程式里，但 ROD 路径不这么做。它透过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学行列式，把所有的几何资讯、所有的变数全部打包裹在同一个数学结构里。哇，听起来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压力锅一锅炖，用整体的几何体积来定义动力学，不管3七11，全部的几何变数都丢进同一个巨大的数学锅子里去熬。这个联想非常生动。接着是第2条路径，被称为 CM 路径，也就是 Closed Metric。CM Closed Metric。那这个做法有什么特别？透过数学转换定义出一个全新的有效度规。对，这样什么是有效度规？这听起来像是在改变空间本身的性质。你抓到重点了。在重力理论中，度规就像是宇宙这块布料的编织方式，它决定了距离和形状。CM 路径的做法是，它不改变汤里的食材，也就是不改变能量和物质，而是宣告重力现在是在一个被重新定义过的全新的几何布料上运作的。哇塞，这真的不是改配方的问题了。如果用我们刚刚的比喻，这等于是直接换了一口有魔力的锅子来煮汤，食材不变，但我换了一个自带改变空间属性功能的锅子。没错，换锅子来煮。那第3种呢？第3条路径被称为 CS Plus 路径，这是3者中最具拓扑风的一条路。拓扑风，这是我记得你之前提过最抽象的那一种，对吧？是的，它不从一般的动态能量出发，而是从一个纯粹的拓扑项，被称为尼眼项开始。拓扑学这个词常常听到，像是那个著名的把咖啡杯变成甜甜圈的笑话。但它用在重力理论里是什么意思啊？很好的问题。拓扑学关注的是空间的整体性质，而不是局部的几何形状。就像你说的，甜甜圈和咖啡杯在拓扑学上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有一个洞。对，都有一个贯穿的洞。CS Plus 路径不去管空间局部是如何弯曲的，它只看这个数学结构整体的形状特征。
研究团队将这个纯粹的拓扑像，透过一个名为 PT 滤镜的机制进行投影，然后把残留下来的部分作为推动宇宙运作的动力学来源。这真的太酷了啦！这简直就像是一个疯狂的米其林大厨，他不直接品尝汤汁，而是透过观察这锅汤表面的张力，或者是汤汁在锅子边缘形成的形状弧度，去逆向推导出汤里面到底放了多少牛肉和番茄。这个比喻真的非常传神，从表面的拓扑性质去逼出内部的物理真实。你看这3种方法，一个是看整体的几何体积，也就是 ROD， 一个是换了一口有效镀硅的锅子，也就是 CM， 一个是看整体的拓扑形状，也就是 CS+。这3者的数学起点根本就是天差地远。等等，你刚才提到了 PT 滤镜，这和报告里一直强调的 PT 对称与帕拉提尼架构有关吗？在我们看最后的结果之前，能先帮我们简单定义一下这2个名词吗？因为感觉他们是这个研究的地基耶。非常关键的提问，这确实是整个理论的地基。所谓的 PT 对称， P 代表宇称 parity， 也就是空间的反转，像是照镜子一样。T 代表时间 time， 时间的反转。空间反转跟时间倒流。对。PT 对称意味着，如果你把这个宇宙的空间左右对调，同时让时间倒流，物理定律依然保持不变。研究团队把这个对称性作为他们理论的最高指导原则。原来如此，那帕拉提尼架构呢？在传统的爱因斯坦相对论里，空间的形状，也就是度哥，和物质在空间中如何移动，也就是联络，这2者是死死绑在一起的。但帕拉提尼架构的思想更为自由。怎么个自由法？它把空间的形状以及引导物体移动的轨迹视为2个完全独立的变数来处理，这给了理论极大的弹性空间。刘姐，所以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极度自由的空间架构，就是帕拉提尼，加上一个严格的时空对称规则，就是 PT 对称。然后这群科学家把刚才那3种天差地远的数学写法全部丢进这个框架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你说的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吧？是的，按照理论物理的常理，当你从3个完全不同的数学概念出发，又在这么自由的架构下，你极大几率会导出完全不同的物理结果。通常，物理学家必须在数学式子里引入大量的人工参数，进行极度复杂的微调，才能勉强让这3个结果看起来有点相似。但我猜这篇论文没有这么做，对吧？如果他们只是东拼西凑，那就不是真理了。他们完全没有微调。研究团队先进行了一次名为 C1 修剪的数学整理，也就是把那些会破坏稳定性的杂乱线条剔除，只留下最纯粹的几何毫心。先把杂草拔掉。没错。接着，当他们把这3种写法的方程式展开，去观察它们在微小扰动下的变化时，也就是计算到2次阶的时候，他们发现这3种的动力学核心达到了完美的等价。天哪！所以这就是论文里那个极度核心的 C2 定理，它不是用文字，而是用最铁壁般的数学语言告诉我们，不管你一开始是走哪一条路，只要你乖乖遵守宇宙底层的 PT 对称和几何规则，你最后熬出来的重力汤头一滴不差，完全一样。正是如此。那些微小的差异，纯粹只是数学表述上的边界项而已嘛。没错，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那些边界项就像是装汤的碗不一样，或者是撒了葱花还是香菜，这对整锅汤的营养价值和物理预测根本毫无影响。核心的体动力学是完全一致的。听起来非常振奋人心耶，但身为一个好奇的旁听者，我必须扮演一下怀疑论者。这听起来有点太完美了，不是吗？怎么说？你告诉我，他们拿了3个完全不同的方程式，算出来的结果居然连一点小数点的误差都没有。我们怎么知道这一切不是物理学家在数学推导过程中不小心犯了什么互相抵消的错误，或者是他们不知不觉中写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总不能只靠纸上的公式就宣告胜利吧？你的怀疑非常科学，这正是理论物理学家自己也会问的问题。
为了证明这不是一场数学上的自欺欺人，这里真正令人着迷的是，研究团队为此特别设计了一个防伪标签。防伪标签，对，也就是报告中提到的通量比测试 （flux ratio test）。这是一个残酷的数值实验，用电脑来检验人类的数学。怎么个检验法？让电脑去煮汤吗？可以这么说，既然数学推导告诉我们，这三条路径唯一的差异只在于边界上的流量，也就是 flux， 那么我们就让电脑去计算这些流量在极端条件下的差异。哦，直接算差异值。理论预测，如果这三条路径在核心动力学上真的是100%等价的，那么当我们把这些边界流量的积分范围极限地推演到宇宙的无穷远处时，这三者差异的比值必须完美地趋近于数字1。必须是精准的1，不能是1.001，也不能是0.999吗？绝对不能。任何微小的偏离都代表这三锅汤在化学成分上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那整个理论架构就崩溃了。这就等于是在化学实验室里用最高精度的仪器去化验这三碗汤，看它们的分子结构是否完全重合。哇，一翻两瞪眼呢。所以电脑跑出来的结果是什么？报告里的图表给出了非常明确的答案。当电脑跑出庞大数据并画成曲线后，那条线没有任何抖动，没有任何犹豫，就那样完美精准，死死地收敛在1这个数字上面。这等于是电脑在对着物理学家大喊：“你们过关了！”这真的太让人热血沸腾了啦！确实是个振奋人心的时刻。这张图表不仅仅是过关的证明，它消除了所有关于数学骗局的疑虑。当电脑的数值实验跟人类在纸上的解析推导完美契合，就代表这个理论架构的稳定性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我们把这和正大的物理图像连接起来，你会发现这其中的意义非常深远。这正是我接下来想问的。所以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好吧，这群聪明的科学家花了这么多时间，跑了这么多电脑数据，终于证明了条条大路通罗马。但这跟我们认识宇宙有什么关系？这对我们理解世界有什么实质的帮助？这绝对不是单纯的数学游戏。首先，它证明了这个新理论的结构强健性。这告诉我们，这个重力理论不是东拼西凑出来的科学怪物。结构大于形式的意思。对。当一个理论的内部结构远远大于它的表象形式时，这意味着我们极有可能真的摸到了宇宙底层的坚硬的几何真实。其次，这排除了巧合，三条完全独立、毫无关联的路径指向同一个终点，这在科学史上通常只有一个解释。那个终点就是真理的所在。没错，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也就是说，不管人类多么自作聪明想绕路，宇宙只给你一个标准答案。更重要的是，这个殊途同归的 C2 定理其实只是一个更宏大目标的垫脚石。哦，还有更宏大的目标。正因为我们现在确认了这三种数学写法在底层是绝对等价的，物理学家才能毫无顾忌地进入下一步的终极操作，所谓的系数锁定 （coefficient locking）。系数锁定，这是要做什么的？这个操作的唯一目标，就是要解决当代重力理论最大的一个痛点，也就是去锁动重力波的传播速度。没错，这就是科学研究最迷人的地方。每一个看似枯燥的定理，都是通往下一个伟大发现的钥匙。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这趟烧脑但无比精彩的旅程。好的。一开始，我们看着物理学家铺开了一张名为 PT 对称与 Palladini 的干净几何画布，接着他们透过 C1 修剪的规则，把那些会干扰视线的杂乱线条通通修剪干净。而今天，透过这个强大的 C2 定理和电脑的通量比测试，我们亲眼见证了三条截然不同的数学路径，在没有任何作弊的情况下，完美的交汇在一起。这是非常扎实的推导过程。对，这个数学架构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坚不可摧，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在我们结束这次的探讨之前，我想留下一个稍微带点哲学意味的思考给各位。哦，请说。
我们今天花了很多时间确认，只要遵循正确的几何规则，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这是不是意味着宇宙本身根本就不在乎人类发明了哪一种数学语言？不在乎我们的数学。是的，无论你是用整体体积、有效度规，还是拓扑张力去描述它，宇宙都有一套自己极度强硬、不容妥协的底层逻辑。它就像一个严格的过滤器，把所有不符合真理的人类想象都剔除，只留下唯一真实的那个物理现实。哇，这个想法真的太震撼了。这感觉就像是人类以为自己在写剧本，结果发现宇宙才是真正的导演，我们只是在努力尝试去翻译他的剧本而已。带着这个令人敬畏的惊奇感，我要向正在收听的你抛出最后一个问题。期待下一次的展开。在我们下一回的深度解析中，我们将会看到今天这套被证明是坚不可摧的几何逻辑，将会展现出它最霸道的一面。它将会强制要求重力波必须以光速运行，如果不跑光速，整个理论的几何结构就会瞬间自我毁灭。那将会是另一个精彩的篇章。你敢相信吗？光速这个宇宙的终极数线，居然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慢慢调数值调出来的，而是被宇宙底层的几何对称性硬生生的给锁出来的。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走过这段充满挑战与惊奇的旅程。这里接下来的生活中，当你看到各种复杂的表象时，不妨试着去思考一下，什么是变幻莫测的形式，什么又是那个永恒不变的本质。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见。